前跟我们中华民国叫做兄弟之邦，后来他们就很生气，谁是兄谁是弟？为什么你是兄我是弟啊？然后原来呢，这个叫汉城也生气，为什么是汉啊？要改成首尔啊？好，那现在呢，他这个2月24号要实施电子入境申报，表格只有中国台湾啊，我就看这个表格哈，表格 China PR People Republic People's Republic China。这是中国本身没问题 ，China PR Hong Kong，China PR Macau 那个澳门 ，China 台湾，哦，所以呢，那台湾当然就注意到说啊，我们怎么就变成中国的一部分了哈？台湾是台湾呢，怎么会它变成它呢哈？那好，那么韩国政府跟日本呢，这个高市早苗重申主导的领土立场，韩国政府说不存在领土纠纷，他们也有领土的这个争议哈。那另外呢，我们被标为 China， 赖清德说希望尊重台湾的意志啊，我们怎么 China 呢？我们是台湾呢啊。王定武说呢，要韩国付出代价，哇，民进党立委就开始群起而攻之。邱莹也说，发动一人一心去抗议，人民力量是伟大的哦。那外交部也好，被民进党立委一逼，外交部说我们要全面检视对韩国的关系，因为我们存有贸易逆差。我去查了一下，的确，我们对韩国逆差非常大，去年就今年差不多将近300亿美元，可能比日本差不多了。哦，原来对韩国没有那么大逆差，为什么？这还不算什么看韩国片啊，你现在去看很多韩国片啊，旅游还不算哦，光贸易主要的原因啊，就叫做高频宽记忆体，英文叫做 HBM， 这个东西韩国做得非常好。那我们台湾因为我们也很厉害，我们要伺服器的组装，非要这个东西不可，所以这个东西韩国大量的这个往我们这边去卖，所以我们就因此产生了大量的逆差。但是问题是这样啊，你可以不要吗？你不能不要啊。哦，但是现在说我们贸易这么大，所以呢，我们这个韩国你赚我们的钱，哦，要我们的人，还是把我们这变成大陆人、中国人，哦，所以你看，称我们是中国台湾，又有贸易的逆差，所以外交部次长叫做陈明奇说，这个不行，不可以这样哦，我们要审查哦。那南韩入境啊，外交部说要检视跟韩国的关系，哦，开始很硬哦。后来到下午就软了，说没有祭出手段，只是提醒，提醒什么用啊？提醒能干嘛？哦，但你也没有手段呢，你也没有手段呢，哦，所以呢，这个文化部长说，南韩能区隔，台湾就是台湾，中国就是中国，只是他不区隔，为什么这样？那文化部要不要制裁呢？像制裁小红书一样，韩国片不可以进来，韩星进来，韩星也不能进来，通通不可以，可不可以这样呢？所以呢，一个作家叫做飘浪岛屿就献策。把 LINE 给它停掉，哦，突然想到，对 ，LINE 是韩国的 ，LINE 大家被以为 LINE 是韩国的，LINE 是韩国的啊，韩国的 LINE， 然后呢，只是设在日本，但其实是韩国的，哦，这 WhatsApp 是美国的，哦 ，Telegram 是俄国的 ，WeChat 是中国的，但是呢 ，LINE 是韩国的，小红书这么可恶 ，LINE 把它切掉，通通把它切掉，你看一下。担心台湾会有反制动作吗？不知道是不是听到是韩国，不是韩国语。原本跟着随扈步伐要走进会场的赖总统，不到2秒，突然一个转身。希望台湾跟韩国能够维持友好的关系，促进两国各方面的合作，也增进两国的福祉啊。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希望韩国也能够尊重台湾人民的意志。因为韩国电子入境申报卡在护照讯息栏位称呼台湾，但在出发目的地却标注中国台湾。我方多次要求修正，但从2月至今仍无调整。对我们这样不友善的行为，实在是不是太好的一个举动，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外交部会持续的跟韩国沟通。我们没有技术所的手段或什么的。我们只是提醒说，双边的关系非常的重要，表示要全面检视对南韩关系，因为除了不当称呼问题，南韩在经贸上从台湾赚取大把银子，光是今年前10月逆差逾300亿美元，要有反制。而粉丝忧心韩团会被禁止来台吗？也非常能够区隔，台湾就是台湾，中国就是中国，所以就产业立场来讲，文化部会
尽量让台湾的文化出去。毕竟上周韩国年度娱乐盛事 AAA 才在高雄世运主场落幕，而台湾人喜爱到韩国旅游，2024年就142万多人次，今年光是到9月就136万多人次。不只喜欢旅游，连台湾的超市到卖场随处可见韩国食品泡面融入生活圈，各方对南韩拉高分贝等赖政府拿出对策来。嘉宇。这个韩国电子入境卡分2个部分，一个是基本资料必填的，在这个必填的选项，台湾还是台湾，但是另外一个出入境的选项，它是选填的，不一定要填，但是在那个选项就出现这个问题，就是 China 台湾跟 China PR 当然它某种程度你可以说有区隔，可是对台湾人来讲，一看到 China 后面夸服台湾，我们就不能接受了，所以在这个部分，很多这个民众就去抗议。那当然对外交部来讲，目前还是先是友善的沟通，提醒这个南韩注意一下我们民众的感情，因为毕竟对台湾人来讲，台湾就是台湾。那当然，台湾跟韩国之间刚刚讲了，民间的交流很热络。如果以2025年上半年，就是今年上半年来讲，来台旅游观光的这个旅客，第1名是日本，第2名就是南韩。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韩国，尤其是我们这个在那个大安区有一个这个甜点。都是韩国人在排队买的伴手礼有很多这个台湾的一些有名人，你都会看到韩国人所以其实韩国人嘉宇很会吃，所以他知道，我都不知道在哪里。不要讲他的名字，反正他的那个包装也是韩文的，就是说有很多韩国观光客确实来台湾，包括最近这个 AAA 啊 ，Twice 都在高雄，也是年轻人都非常喜欢。也就是说，韩国的娱乐或是韩国这些女团，甚至韩国的医美确实在民间台湾人是很喜欢。所以我觉得，当然两者之间是有很多可以互通的管道，包括说过去我们在很多比赛有没有，尤其是棒球，我们的体育主播曾经说好想赢韩国，我想那也是代表台湾人的心情。在很多竞赛的过程中，我们都觉得说台湾跟韩国有很多竞争包括半导体，而现在我们台积电也超越了三星甚至我们的 GDP 也首次超越南韩。所以其实我们在经济半导体的表现已经远远超过韩国，但是韩国的文化娱乐还是有很多值得台湾借鉴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两者之间有很多可以交流，就像台日非常的友好，我们也希望台韩是非常的友好的。但是呢，因为现在南韩的总统李在明，大家也过去会认为说他比较亲中等等所以或许现在南韩的一些态度上，让我们觉得说某种程度是不是有受到影响？但我觉得适度的沟通，表达善意，韩国还是愿意跟台湾互相能够保持这个良好的互动，这个才是对台湾比较有帮助的做法。看到赖总统这样的一个言论我就觉得说，每次只要遇到中国大陆对于台湾或是中华民国国家的尊严有所践踏跟侵犯的时候，他讲的义愤填膺呐。那今天这个韩国对于我们这个电子签证写一个中国台湾，他说希望可以了解台湾人民的意志，那个态度之转变那么大，我觉得是作为一个中华民国总统的一个格局在哪里？你不是要捍卫台湾的国家尊严吗？当人家这样子的践踏你的时候，为什么你没有比较强硬的手段？刚刚谈到很多，不管是贸易的手段，或者说文化的手段，该怎么样来跟韩国做更好的沟通？我想这个时候外交部或是赖清德有比较强硬的一个立场吗？我一样回到常常讲的所谓的民主同盟吗？这些不是都我们的民主同盟吗？怎么这时候会把我们归类在中国台湾里面呢？所以我会觉得说，整个民进党政府执政以来，对于这些外交事务都不愿意去正视它，甚至去把它做一个解决。我想所谓的国际政治还是要牵涉到两岸政治的一个两岸关系的一个部分，你完全忽视这个问题，遇到问题再来解决问题，然后遇到其他的国家的一些反应，你就态度放软。说真的，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你的格局在哪里？你的态度在哪里？我认为你应该拿出相同的态度，面对韩国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应该要严正的一个驳斥，或者请他来做更好的一个修正我想韩国大韩民族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对他们自己的这个民族性是非常有信心的。你看他都可以说孔子是他们韩国人的，那你对这个事情你不可以有，还是会节是他们的，对，很多都是他们的，都是他们的。这个东西你面对他们这样的一个处置，那外交部居然可以早上说这个很义正言辞，下面说后来改成变成提醒。说真的，我觉得国家的一个尊严，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我认为不管是赖清德总统还是民进党政府，都应该要标准一致来严守我们国家的一个立场。
之前最近去韩国啊？对我觉得韩国跟日本其实差别蛮大，跟台湾的一个关系啊。日本你去的，我大概不管是陪侯友宜，还是不管我们的国会访问团，还有其他的一些访问的方式，叫这个 APPU 等等之类的。我觉得日本的国会议员，因为民进党在这一个层面上面其实着力非常的多，所以呢，他对于我们台湾的确是释出非常非常多的友善。像 APPU 里面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当中，就是台日彼此之间的关系，互相来当做主席。然后呢，你去到那边是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尊重。可是长期以来，韩国跟台湾其实没有那么友善，包括你要去到他们见到国会的层级，跟日本比起来还是有距离的。重点就是来自于韩国本来对台湾来说，就台湾的整个的这个经济价值，还有包括它的整个地理位置，跟韩国来说，它并没有把它当做那么伟大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现在更是有恃无恐。不管是逆差，你刚刚所讲的这样子的一个仪器啊，还有包括我们台湾，真的是疯狂的一种韩流。没有韩国，他们基本上面已经多少的人为了要去追逐韩星，去学了韩文 GD， 还有他们的 BLACKPINK， 还有包括他们的 Super Junior， 到台湾那个应援团，对不起，那个几乎是世界一流的，就是台湾对他们表达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尊崇。但是韩国对我们没有相对的一个回应，他们早就知道我们台湾依纯他们的比例是非常的高，所以今天赖总统为什么反应度会这样子？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悲观。该抗议的是要去抗议，但是你觉得以我们目前来说，以年轻人对于韩国的这样的部分，你觉得韩国会因为这样做出很多的妥协吗？我真的不觉得。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对于这样的一个政策来说，抗议该抗议，但是话真的不要讲太满，否则他没有任何的作为，你反而是倒打你自己一把。没错，特别是因为外交部又把话收回来了，说我们没有要那个，我只是提醒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赖清德为什么还要讲说要韩国尊重台湾人民意志？这不是有点打脸吗？你讲总统而且很夸张吧？之前是不是韩团来，然后结果他们把他们的脸书都改成粉红色，没有看过一个国家元首表现出来这个样子，我就觉得太离谱了。休息一下再回来。马防部官兵账户啊，67个人，他一共没有多少人呐啊？陆军是要全面清查，就说只有马防部吗？其他都没有吗？大家就觉得很奇怪，真的只有马祖，只有前线沦陷哦，所以大家觉得说还是要，而且你这个敢各自卖，那这给你高一点待遇，你情报，而且马祖之前才发生了一个情报去卖情报啊，才有啊，哦，那其他部队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呢？那这我们的革命军人到底是变成怎样呢？所以呢，陆军说启动全军清查，尚无发现新案例，那么一天就查出来了，哦，那么快啊，还没有发现新案例啊？那有没有旧的案例？旧案例是什么呢？啊，大家都怀疑了啊。说把人头啊，1个月3到5千块啊，当然大家说这钱这么少，你就租了，也不算少啊。假如是1个月5000，一年就6万，就6万，可能比他薪水都多哎。他薪水说多的有7万，少的可能只有5、6万呢。他我一个月但是一年呐，一年就有差不多6、7万，我一年等于加发了1个月的奖金一样嘛啊。另外真的只有3、5千块吗？有没有别的呢？啊？有没有什么业绩啊等等就不知道了啊？那国防部成立打诈小组，是要重惩他们，说只要发现绝不宽待啊。说为了几千块就设诈，但是我讲他不是算，他要算1年嘛，一年就是6、7万了。马文君说，主要是你赖政府不给国军加薪，也是啊，立法院都做了决议了，蓝白都决议，还是不加，哦，那你觉得5、6万、6、7万很多，对他来讲，他搞到外岛去啊，他可能是各种加急加起来的。哦，然后呢，又没有自由，每天看着海，啊，每天看海。我曾经跟一个朋友讲了，我说，我们去看海吧，我喜欢海。他说我看什么海啊？我当兵在那个小金门，我已经看了2年的海了，我还看海。他不想看海了，就是你觉得很好，他每天看啊，那所以呢，这个2年，而且可能这个连长、辅导长都应该知道，而且都换人了，居然都还不知道。哦，他不是只骗他的部属哦，他的长官也一起都在成他的诈团呢，军官他是士官，军官都有啊，哦，所以呢，国民党我这个马文君啊，就是有3大疑点，
第一个呢，为什么官兵不知道接了账户？第二个，只为了区几千元。第三个呢，长达2年都没被发觉。说难道马防部变成诈骗集团的分部吗？这很丢脸啊，真的很丢脸啊，就只是匪夷所思了啊。那所以联合报黑白集笑嘛，说你马防部频繁的小红书，你们说小红书让台湾人诈骗啊，什么2年被骗了2亿啊？马防部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还需要小红书来诈骗吗？意思是这样啊。基层员警发文说，我们从来没有受理过小红书诈骗，我们受过LINE诈骗，我们受过其他的诈骗，我们受过这个脸书诈骗，我们说一大堆，没有受过小红书的。刑事局很没面子，你什么意思啊？基层员警不代表案件不存在，只是没给你报案而已。我看一下，好的部分目前还在清查中。之前陆军全军清查，因为戍守国之北疆的马防部，近日被诈骗集团大规模渗透，超过60名官兵以每个月3到5千元的酬劳，提供诈骗集团个人账户作为洗钱、逃漏税之用。目前连江地检署侦办中，后续配合检察官的侦办，以指导马防部完成相关的战备还有兵力补充的规划，会在兼顾防区战备任务还有官兵权益的前提下，目前由马防部内部自行调整，不使战力产生下系。调查期间，一口气少了60多名官兵，马防部内部自行调整兵力。至于是否有涉及包庇，国防部表示，较检调侦办若属实，严惩不贷，同时也要教导官兵如何防诈兼理财。社群媒体方面，于社群媒体刊登本部自制的图卡、漫画等文宣，邀请检调机关针对反诈骗的主题实施宣导，就怕国军弟兄为钱所困，走上不归路。国防部也首度公布国军急难贷款还款利息1.695。今天是诈骗集团，明天就不知道是被谁渗透。从根本解决，先防止国军弟兄落入财务黑洞。郭正兄，金钟变成诈骗集团，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说实在的，这也难怪啦，因为除了金钟之外，他已经骗到金钟了，那不是只有老百姓哦，老百姓骗到，全世界的人都说台湾是诈骗天堂啊！说实在的，为什么会这样啊？我说实在，我们3个立委在这里，诈骗所有的经费仪器，任何的东西，我们1毛钱都没有删，甚至于还鼓励他们啊，要防诈预算，你们就编足编满。然后好好去做一下，可是这里面就是数位部嘛、NCC 嘛、内政部嘛，还有其他整个单位。请问一下，政府，你多钱给你立法院1毛钱都不删的，怎么会把军队也变成诈骗集团？那这个是什么？你赖政府到底要不要检讨？我当兵，我在马祖，没错，在马祖里面当兵很无聊。但是不要忘了，当兵当初我们很无聊，每天像赵大哥所看的，我们看的都是山海，跟看的都是大海呀。每天思念的就在台湾的亲人呐。可是那个时候是有精华，有敌情观念。可是现在阿兵哥，我不是在批评什么，现在真的能打仗吗？连都可以卖资料给诈骗集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国家支持，所以我是觉得啦，我是觉得不是风纪的问题，这是国安红线的问题。一个你说老百姓被骗，因为这个讲快一点，连知消息不准确，被骗情有可原。但是你不要忘了，金钟他的目的就是捍卫国家，准备迎战。那你还可以被骗，这个就是什么？第一，我认为金华没有在审判，当然就堕落。第二个，警觉性不足。你现在陆军总部，你现在讲什么，人家都不会相信你。一个国家的国军被人家诈骗，就等于如同打败仗的做法，这是国安的红线。到现在为止，你们都不讲话，所以我是觉得我对民进党非常不谅解的，就讲一套做一套美丽的数据来骗老百姓，然后达到他们执政的目的。我是觉得
这是一个国安红线，所以万万要马上改进。打仗的地方变成诈骗的天堂，这是对台湾人民是一种侮辱。就是说我昨天在脸书有讲，《联合报》今天还登了一大段啊，就是说赵少康说呢，这民进党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因为你民进党就像很多事情你也在骗老百姓啊。什么？你的光电也在骗啊，你的核电也在骗啊，你一大堆，然后立法院通过加薪你也不加等等啊，所以呢，当然说这个国军留不住人才，士气就不会高嘛，国军士气持续低迷，国家治理越来越糟。下面的看到说哦。窃国者侯，窃钩者诛，就是这样子啊。哦，你们国家这个财产给你们这样用，对不对？然后呢，都没有一个升官哦，然后呢，他们可以交保，可以轻判啊，等等。所以下面就讲说，那你为什么会这样呢？怎么搞成这样子呢？就跟当时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啊，这个什么大家族啊，什么孔宋啊，不是什么都很腐败贪污啊。当然他们有时候是不是我不知道，有这样传。那其他的关于你都可以这样，那我干嘛？这个你死守国家呢？干什么保卫国土呢？大家一起，你可以贪大的，我可以贪小的，就变成这样。所以为什么正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你上面正不正是非常重要的。你民进党今天搞些什么？你自己看看，连蔡英文都出来讲蔡英文呢。哎呀，光电这个东西，蓝绿都也要好好办呢，怎么会搞成孰令自知？好，伟杰。说真的，我们看到这个打诈，这个刚刚国成委员特别提到，我们给了那么多的经费去做这些事，打诈失败。然后现在呢，军纪崩坏。说真的，我们真的很难想象说一个，而且这种也是马防部是在前线这样的一个部队，却有这样的一个军纪的这个问题。然后呢，而且也有一段时间的，我们居然毫无自知。所以说到底又说我们滥款预算，但是说真的，我们钱都给足了，但是打仗的成效多少没有。然后现在呢，还慢慢的腐蚀到整个军队里面。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打仗的成效不彰，我觉得执政党，我觉得责无旁贷，必须要检讨，而且要给很多人民交代。我说真的，我们作为民意代表，真的常常接到民众被诈骗的这个案件，我们也莫可奈何，因为可能很多的他的 IP 是在国外，那你可能又没有跟国外有一些什么司法互助等等，你根本抓不到人。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还是回到整个军纪的一个问题上来。为什么现在的一个军纪会涣散成这样？我想刚刚马文君也提到了。是不是他的一个薪资结构，或者他长期处在的一个环境当中是不利于他发展的，所以他会为了这3-5千块去冒这个风险？我想也有人提到就是说他为了这3-5千块，他可能未来的退休金都没了。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是不是你给他的薪资结构也不够支撑他对于他的未来，或者说他对于家庭的一个支应，所以他愿意铤而走险？所以我觉得说，居然委员们都已经通过这个薪资的调整，我觉得执政党就赶快通过啊！你给他好的一个环境，他就或许不会铤而走险，整个军纪就正常，军纪正常，大家就有士气，有士气之后，这些打诈的人他慢慢就会离开台湾这个地方。我觉得都是一环扣着一环的，所以真的也要拜托民进党政府好好面对问题，正视问题，不要让这些问题无限的一直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去蔓延，让我们整个台湾的国家，或是让我人民生活造成一个瘫痪。而且你花那么多钱买武器，谁来操作呢？对呀，对不对？你要找到素质高，不是只有人，还要素质好的人啊。因为你武器越来越精良嘛，越来越现代化嘛，对不对？那 AI 等等，那你的人有没有那个 AI 的脑袋，有没有 AI 的训练，那非常重要啊。否则你搞一堆花了一堆钱，只是让美国人满足而已啊，真的能打仗吗？就在这回来。